大家好，这里是加拿大101。今天我们继续聊关于加拿大移民的最新消息。加拿大各省的移民部长在11月17号在移民部长论坛召开会议，讨论加拿大未来的移民策略，包括2024到2026年的移民水平计划。加拿大移民部长马克·米勒呢，加入了各省和地区的同行，一起来讨论全国的移民策略。移民部长论坛包括加拿大所有省份和地区的移民部长。魁北克移民部长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因为魁北克运营自己的移民计划。尽管如此联邦政府仍对所有的加拿大移民申请具有最终的决定权。各省和地区的部长赞赏最近对省提名计划的增加。在新的 PNP 移民水平计划中加拿大打算在2024年通过 PNP 招收11万名新的永久居民，然后在2025年和2026年稳定在12万人，使其成为后2年最大的经济类移民计划。根据新闻稿部长们呼吁在移民水平规划中进一步增加 PNP 的份额。部长还讨论了与联邦政府的合作，吸引和留住大城市以外地区的移民的重要性。PNP 就是 Provincial Nominee Program 允许加拿大的省和地区创建经济移民计划。这些计划针对它独特的劳动力市场需求是定制的。他们还讨论了呢，就是减少重复和加快处理时间的这个重要性，以及支持魁省以外的法语社区移民。加拿大其他地区的法语社区长期以来一直在呼吁增加法语移民。米勒在新闻稿中表示呢，随着加拿大经济恢复呢，加拿大将继续恢复新移民。我们将持续与各级政府合作，确保考虑到住房、基础设施规划和可持续人口的增长，以确保新移民呢能够获得成功。他说：“我期待与省和地区进行同行呢进行讨论和合作。”那部长们在多伦多加拿大新移民热点召开会议，审视了最近发布的加拿大未来移民体系的报告。这个报告强调了一些关键主题比如改善新移民的体验，确保移民满足劳动力市场的需求，以及建立一个协调一致的增长战略。报告还强调了联邦、省和地方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为全国各地的移民和社区提供最佳支持。各省和地区贡献了对加拿大未来移民体系的见解，并讨论了其他地区特有的挑战和机遇。移民呢，不仅是加拿大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经济增长的重要组成部分。那最近公布的移民水平计划旨在稳定移民数量，在2025和2026每个年度达到50万新的永久居民，保持移民水平在50万人，是加拿大试图扩大劳动力和解决住房短缺的努力。那公布之后RBC 银行的研究人员发布报告说呢，虽然暂停增加移民目标在加拿大存在住房短缺的情况下意义重大，但是加拿大最终不得不继续增加移民。在2023年3月这个移民部长在论坛是在哈利法克斯召开的，那讨论了加拿大的未来移民。他们强调要改善移民体系，满足经济和区域需求。讨论围绕增加省级参与移民选举增强 PNP， 加快申请速度，减少重复和赋予 PNP 更多权限展开。那省级部长们赞赏移民部此前的移民水平计划。那这个计划呢，2023到2025年的 PNP 分配增加了 44%。他们还讨论了安置努力认证和加拿大对乌克兰危机的响应。部长们谴责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并讨论了支持逃离冲突的乌克兰人。他们审视了加拿大移民回应的影响，强调了进行有效的新移民的融合的合作，呼吁扩大对流离失所的乌克兰人的援助，并讨论呢为那些无法返回家园的人制定永久居留权的途径关于寻求庇护者激增以及管理能力的问题呢，也引起了关注。这是脆弱的庇护寻求者重要性一直是重点，尤其是强调医疗专业人员的证书认证，以解决劳动力的短缺问题。那部长们呢，承诺创造一个更有适应性、以客户为中心的经济移民体系并增加省级参与，
他们强调了劳动力市场区域知识的重要性，以及呢保持灵活计划的重要性，重点仍然是提高联邦移民处理的时间，并利用省和地区知识呢来满足区域需求。另外讨论呢也提到了区域移民计划的重要性，评估社区吸收新移民的能力，并探索好的安置服务模式。目标呢是支持移民在其落脚省或地区进行融入和留存。未来会议计划深入探讨服务交付模式和不同政府层面的角色。好，今天和加拿大的移民消息就和大家聊到这儿。这里是加拿大101，一个关注加拿大移民政策和故事的小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呢，请关注并打开小铃铛，以便及时收看我的视频。如果视频中有错误或者您有自己的想法欢迎您留言拍砖。谢谢您的收看，再见。